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个惊人的真相。这个真相可能会让你感到不适，甚至可能会颠覆你多年来的认知。但是，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自己的财务状况，如果你真的渴望过上富裕的生活，那么你必须要听完接下来我要说的每一句话。相信我，这可能是你听过的最重要的一堂课。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似乎总是能轻松赚到钱，而有些人却终生与贫困做斗争？答案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事实上，它可能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，却又深奥得多。我知道你可能会说，这不公平。他们一定是出生在富裕家庭，或者有更好的教育机会。但是让我告诉你，这些都不是决定因素。真正的秘密就藏在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核心观念中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在国外有两兄弟，他们出生在同一个家庭。他们的父亲常年酗酒，醉酒后会对他们拳脚相加。母亲对此漠不关心，只顾自己的事。这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家庭，你可能会认为，从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注定会失败。但事实却出人意料。20年过去了，弟弟确实如你所料，穷困潦倒，正在监狱服刑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哥哥却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，坐拥巨额财富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答案就藏在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中。当记者问起弟弟为何沦落至此时，他立即开始抱怨自己的原生家庭，指责父亲的暴力和母亲的不负责任。他说，我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注定是失败的。他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，认为自己是环境的受害者。而哥哥呢？他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。他说，我很感谢这样的家庭环境，因为正是这样的逆境促使我要更加努力。我知道，只有努力才能过上好生活。他把困难的环境视为一种激励，而不是借口。看到差异了吗？同样的环境，不同的思维，造就了截然不同的结果。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一个秘密，你的思维决定了你的财富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事或坏事，关键在于你如何看待它们。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，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当你认为一件事是好的，它就是好的；当你认为一件事是坏的，那么它就是坏的。想想看，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，是不是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？那些让你觉得痛苦的经历，是不是也可能成为你成长的机会？记住，富人和穷人最大的区别不是他们的起点，而是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。富人总是在寻找机会，而穷人则总是在寻找借口。你属于哪一类？现在，让我们来谈谈第二个秘密。这个秘密可能会让你感到不舒服，但这是你必须面对的现实。停止抱怨，立即行动。马云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这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。今天我要分享给你们，知错改错不认错。这句话蕴含了深刻的智慧，它告诉我们，承认错误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愿意改正错误。你知道吗？马云在成功之前也和我们一样，经常抱怨。他抱怨父亲没有地位，抱怨舅舅不是银行的人，抱怨自己应聘了30几份工作都被拒绝，甚至连去应聘端茶倒水的工作也被拒绝。但是当他意识到抱怨毫无用处时，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开始反思自己，开始行动。他说，当我停止抱怨，开始思考自己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的时候，机会就来了。你呢？你还在抱怨吗？你还在为自己的处境找借口吗？记住，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当你抱怨没有好工作时，有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的能力还不够？当你抱怨房价太高时，有没有想过如何提高自己的收入？当你抱怨生活不如意时，有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的态度需要调整？停止抱怨的最好方法就是反思。
每天晚上花点时间问问自己，今天我做了什么来改善我的处境？我学到了什么新东西？我有没有在为自己的目标努力？记住，成功人士和普通人的区别就在于，成功人士总是在思考如何解决问题，而普通人则总是在抱怨问题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你做一个改变。每当你想要抱怨的时候，停下来，深呼吸，然后问自己，我能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些什么？然后立即采取行动。即使是很小的行动，也比抱怨要好得多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现在让我告诉你第3个秘密，这个秘密可能会让你感到沮丧，但它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道路，只有持续不断的奋斗才能摆脱贫困。有个朋友最近抱怨说他很忙，但还有时间约我吃饭。我问他晚上在干什么，他说会留点时间给自己休闲一下，但最近因为太忙，连打游戏的时间都变少了。听到这里，我就知道他并不真的喜欢他的工作。而真正成功的人，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们的休闲。你知道吗？对我来说，赚钱这件事就像在玩游戏。每当我开发了一个新项目并赚到钱，我都会感到无比满足。这就是我们人类一生所追求的意义啊！但是很多人说，我已经很努力工作了，为什么还是原地踏步？让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你可能只是在假装努力。马云说过，我们很多人晚上想想千条路，早上起来就走原路。人类有无限种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但真正阻碍我们成功的是我们没有去行动，即使行动了也没有拼命。为什么你不能拼命？因为你在做的可能并不是你真正喜欢的工作，你没有找到你的价值所在。想想看，当你真正热爱一件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累吗？你会觉得是在工作吗？不，你会觉得那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你会为之兴奋，为之激动，为之奋不顾身。我认识一位企业家，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，但他从不觉得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热爱他的事业，他看到自己的努力正在改变世界。这就是持续奋斗的力量。但是，奋斗并不意味着你要像机器一样工作。真正的奋斗是有方向的，是有目标的。你需要找到你的激情所在，找到你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价值的地方。如何找到你的激情？试试这个方法，列出你最喜欢做的事情，然后思考如何将它们变成一种事业。也许你喜欢烹饪，那么你可以考虑开一家餐厅或者做一个美食博主。也许你喜欢帮助别人，那么你可以考虑成为一名老师或者心理咨询师。记住，真正的财富不仅仅是金钱，而是你能为这个世界创造的价值。当你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，你就会发现奋斗不再是一种负担，而是一种享受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找到你真正热爱的事业，然后为之拼命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摆脱贫困，走向成功。但是，仅仅找到激情还不够，你还需要学会最后一个秘密，这可能是最难理解的，但也是最重要的，学会感恩，拥抱挑战。你可能会问，我生活这么艰难，还要感恩？是的，没错。因为正是这些挑战，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有意义。想想看，如果打游戏时直接开挂，你还会有乐趣吗？无敌是最寂寞的。我们人生最大的喜悦，不就来自于我们克服困难后的那种豁然开朗吗？那些出生就含着金钥匙的人，他们的人生往往是无趣的。直到他们遇到挑战，经历波折，他们的人生才真正开始有意思。所以，我们应该庆幸我们不是生在富裕的家庭，因为这样，我们才有机会白手起家，
自己去打江山，自己去思考项目，自己去组建团队，这多么精彩呀！如果一出生你爸就给你1个亿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能成功的人都会觉得这样没有意思。如果你觉得有意思，那你这个人也就注定混不好了。学会感恩，不仅仅是对好事心存感激，更重要的是对那些看似不好的事情也心存感激。因为正是这些挑战，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变得更强大。我认识一位企业家，他的第1个项目彻底失败了，损失了全部积蓄。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气，相反，他感谢这次失败给他上了一课。他说，如果不是这次失败，我永远不会明白创业的真正含义。现在他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CEO 了。拥抱挑战，并不意味着你要故意给自己制造困难，而是当困难来临时，你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。每一个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，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的经历。想想看，你人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是什么？是不是那些你克服了巨大困难，最终取得成功的时刻？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今天的你。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改变你的心态。当困难来临时，不要抱怨，而是心存感激。对自己说，谢谢这个挑战，它让我有机会变得更强大，然后勇敢地去面对它，去克服它。记住，生活就像是一面镜子，如果你对着它笑，它也会对着你笑；如果你对着它哭，它也会对着你哭。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活，生活就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你。现在，让我们来谈谈如何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。我要给你们布置一个为期30天的挑战，这个挑战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的生活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在接下来的30天里，我希望你能做到以下几点。首先，在前7天里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都不允许自己抱怨。每当你想要抱怨时，立即停下来，深呼吸，然后思考如何解决问题。这可能会很困难，但请相信我，这将是一个改变你思维方式的重要练习。接下来的7天，我希望你每天都能抽出1小时时间来学习新知识，可以是阅读一本书，观看教育视频，或者学习一项新技能。重点是要与你的事业或兴趣相关。记住，知识就是力量，而在这个信息时代，不学习就意味着落后。在第15天到第21天，我希望你能每天至少结识一个新朋友，或加深一段现有的关系。可以是工作中的同事、行业内的专家，或者是有共同兴趣的人。人脉是一种无形的财富，很多时候机会就来自于你认识的人。不要小看这个练习，它可能会为你打开一扇新的大门。最后的9天，也是最关键的9天，我希望你每天都能采取具体行动来推进你的目标。可以是开始一个副业项目，申请一个新的工作机会，或者投资学习一项新技能。重要的是要行动起来，因为只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。记住，这个挑战的目的不仅仅是完成任务，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。坚持下去，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变化。除了这个30天的挑战，我还想和你们分享一些富人的日常习惯。这些习惯看似简单，却能带来巨大的改变。首先是早起，大多数成功人士都有早起的习惯。早起不仅能让你有更多时间做事，更重要的是它能培养你的自律能力。试着每天早起30分钟，用这段时间来规划你的一天。其次是阅读，沃伦·巴菲特每天都会花5至6个小时阅读。阅读能让你获得新知识，拓展视野，激发创意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至少阅读30分钟。第3是运动，保持身体健康是成功的基础。无论多忙，每天都要抽出时间锻炼身体。可以是晨跑、
健身或者瑜伽，关键是要坚持。第4是写日记，记录你的想法，反思你的行为，这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，明确目标。每天晚上花10分钟写下你的收获和感悟。第5是感恩，每天列出3件你感恩的事情。这个习惯能让你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也能看到希望。第6是设定目标，每天都要为自己设定明确的目标，可以是短期的，也可以是长期的。有了目标，你的行动就有了方向。最后是学会说不。成功人士懂得如何管理时间和精力，学会对不重要的事情说不，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这些习惯可能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坚持下去却并不容易。但请相信我，如果你能坚持这些习惯，你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现在，让我们来谈谈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：财富心态的转变。很多人之所以无法致富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或者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阻碍了他们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从赚钱是为了花转变为赚钱是为了投资。穷人赚钱是为了花，富人赚钱是为了投资。开始思考如何让你的钱为你工作，而不是你为钱工作。这可能意味着你需要学习一些基本的投资知识，比如股票、基金、房地产等。不要害怕，每个人都是从零开始的。其次，我们需要从省钱转变为赚更多。虽然节俭很重要，但真正的财富来自于增加收入。思考如何提高你的收入，而不是如何省钱。这可能意味着你需要提升你的技能，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，或者开始自己的副业。第三，我们需要从安全转变为机会。穷人总是追求安全，富人则在寻找机会。开始学会在风险中看到机会，而不是只看到威胁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鲁莽行事，而是要学会评估风险，并在可控的范围内勇敢尝试。第四，我们需要从要么全有，要么全无转变为持续进步。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是一个过程。不要期待一夜暴富，而要专注于每天的进步。即使是1%的进步，长期累积下来也会产生巨大的效果。最后，我们需要从固定思维转变为成长思维。相信你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提升的。不要被现状限制，要相信自己有无限的潜力。每当你遇到困难时，不要说我做不到，而要说我还没学会。记住，改变是一个过程，需要时间和耐心。但只要你坚持这些原则，你一定会看到自己的变化。现在，让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。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，写下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。1. 我目前最大的抱怨是什么？我能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些什么？2. 我真正热爱的事业是什么？我如何能把它变成我的职业？3. 我生活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这个挑战给了我什么样的成长机会？4. 从今天开始，我要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来改变我的财务状况？花几分钟时间认真思考这些问题，并写下你的答案。这个简单的练习可能会成为你人生转折的起点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深刻的话题。我知道，要完全消化这些信息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但是，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你的生活，如果你真的渴望财富自由，那么现在就是开始行动的时候。记住，知识不行动等于零。不要让今天的内容仅仅成为你头脑中的一个想法，采取行动，哪怕是小小的一步，因为只有行动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你的未来掌握在你自己手中。无论你的起点如何，只要你有正确的思维方式，
持续的行动力和永不放弃的精神，你就一定能够创造奇迹。相信自己，付诸行动，你就是下一个成功故事的主角。让我们一起在财富自由的道路上继续前进。记住，这不仅仅是关于金钱，更是关于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，过上一种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的生活。从现在开始，每天早上醒来，问问自己，今天我要如何让自己离梦想更进一步？每天晚上睡前反思一下，今天我学到了什么？我做了哪些进步？我还需要改进什么？这个旅程可能会很艰难，你可能会遇到挫折和失败，但请记住，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。不要害怕失败，要害怕的是不敢尝试。当你感到沮丧或者想要放弃的时候，回想一下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，回想一下那对兄弟的故事，想想他们面对同样的环境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。你想成为哪一个？记住，成功不是偶然的，它是一系列正确选择的结果。从现在开始，每一个选择都很重要。选择学习而不是娱乐，选择行动而不是抱怨，选择坚持而不是放弃。我相信，只要你坚持这些原则，只要你不断学习和成长，你一定会成功。也许不是今天，也许不是明天，但只要你坚持下去，成功终将属于你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成长，一起创造我们想要的生活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